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。这次为大家带来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作品啊，就是来自黑暗王冠出品的《燃魂不灭修罗篇隐藏》啊。这一款作品呢，之前1:6啊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入坑啊，那时候我记得闲鱼上啊6000多，我犹豫，后来8000、10000，根本就买不起。直到他现在终于来了一个性价比之王，600多1:12小比例的隐藏，这一款也是非常期待啊。它一共有2个版本，一个是孤影，一个是重影啊，应该是这2个版本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，名字啊可能我会说错。我这一款呢是一个普通版，我称之为它普通版。今天我们就来开箱把玩一下。因为据说啊，而且我看了其他 UP 主的测评，这个小比例也是非常的惊艳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首先外包装的话呢，依然啊一个般若的一个面具，应该是一个般若的面具啊，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风格，就比如说我身上的纹身啊，一般都是日式老传统啊，般若啊、锦鲤啊这种，所以我很喜欢这种风格的东西。侧面它的名字 OK， 我们现在把它来拆开看一下啊。包装呢相对来说不是特别轻，有点沉。我们来看一下内容物啊。首先掉了一张，应该是一个说明书。我去，这个配件还掉出来了啊！这有好几层。首先啊，最后里面一层就是地台和一个特效线，3层。再看一下下方这一层啊，主体头雕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配件啊。最上面这一层呢，就是一些手型啊、甲胄啊、武器啊、披风啊。1:12 600左右的这个价格，给的东西确实挺多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话不多说，就把主体拿出来看一下1:12的隐藏到底感觉怎么样。OK， 本次主体我们就先拿出来了。首先我拿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有点让我惊艳的这个小东西，做的真的很精细啊。众所周知，我一般很少玩小比例的啊，之前开过小比例的东西很少啊，就像 InArt 的1:12，我有开过2个啊。但是像这次，虽然说第一我没有把玩过，也没有开箱过1:6的啊，也不知道1:6的跟1:12区别大不大，但是这次1:12的确实啊，让我感觉很精细，不管是头雕跟身体的细节都做得非常好。我们现在拉近镜头来看一下，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面雕，哇，这个面雕，因为我也有看过1:6的一些测评啊，然后我感觉这个头雕做工它就是1:6缩小啊，非常帅，真的非常帅。包括它的可以看到它的胸甲这些位置，虽然说它很多都是软胶啊、塑料，但是它的这些金属涂装啊，包括一些纹理细节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做的真的非常到位。而且虽然说对吧，这些小比例的一些关节暴露，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违和感啊。腰部、胸部一些涂装都做得很不错，而且小比例本来把玩也非常好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部的这些细节，我的天哪，内部这些小细节啊，一张小面雕啊，包括背部啊插这个武器的一个配件，下方也有个磁吸点位，整体效果也很好。然后裤子的这个摸上去这质感啊也挺不错啊，真实材质的这一个感觉。然后看一下腿部细节啊，包括脚掌、鞋子的这个纹理啊，脚部也是有个磁吸点位，细节我觉得在我眼里真的是9分的作品了，几乎于满分啊。6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，先不管它配件量啊，或者是头雕啊这些的，就单看它的现在整体的这个素质，可以看到手部的这一个分色细节处理啊，也是
做的挺不错的。腰带啊，这些布的这个质感，上色涂装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小拉环啊，虽然不是这个真实的一个材料啊，是一个软胶，但做的也还是不错。头雕而且做的非常细啊，包括面孔跟胶发的这个处理啊，包括下巴这里的一个半甲，也是做的非常好啊。就是这个头发后面啊扎的这个辫子开模比较锐啊，把玩的时候要当心一点。脖子这里也是处理的挺不错的。头雕是可以去替换的，是一个球形关节啊，眼神刻画也非常到位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可动啊。首先小比例可动肯定是非常不错的。首先看一下头部啊，它是头脖分体，360度没问题。然后它的脖子也是有可动，所以说低头啊，包括左右抬头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手部可动。首先这边的肩胛它是可以活动的，你可以看到里面啊是有个球形关节卡在里面。看一下手臂这边也是啊，左右肩胛这边也是可以去有一点浮动，所以说它的可动还是不错的。首先抬举方面实际上还可以再高一点，我觉得只是我拉的比较保守一点。前抬啊，抬举可以抬得很高。手臂也有前倾关节，手肘部分关节而且非常紧啊，手肘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很不错。这里有个应该插武器的一个卡槽吧，或者其他配件。再把它还原了以后，后举也是有一点的幅度的，非常不错啊。螃蟹手也完全没有。手臂的这个软胶啊，也是比较好开合的，应该握持东西也是比较简单。好，然后看一下胸腰可动。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弯腰的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后抬啊也有一定的幅度，但是后抬的幅度会稍微小一点啊，左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我跟你说360度都没压力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背部这个细节，弯腰了以后啊，它内部这些细节也是有涂装的啊，不会给你做的对不对粗糙一点，但这个是还是可以的。它整个很多地方都是用了一个软胶件，所以把玩的时候不用太担心会把它给弄坏，而且它的关节都是非常紧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腿部的这个可动啊，这个裤子比较松啊，实际上一字马都可以，非常不错。大腿也有旋转，大臂也有一定的旋转啊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前踢90度没有任何的压力，屈膝。哇，折叠可以折到这里，真不错。然后裤子每次把完了以后，你这裤子要稍微调整一下，因为它还是会往上松的。后踢也有一定的幅度，脚的幅度也是啊，挺多的。首先它这里的脚掌是一个分离的啊，所以没问题对吧？往后也没问题，左右幅度不是特别大啊，还行。然后它脚下的这个磁铁，如果你像冰箱啊什么，实际上都可以吸。我随便拿一个打火机，吸力还是很牢的啊，挺牢固的。这一点也是我觉得做的挺不错的一个地方。就是把完了以后，稍微改一下一些造型，还是没问题的。整体的关节非常紧，整体的素质包括涂装，在我个人觉得单主体现在把玩到现在9分，没得说。OK， 主体方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啊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。好了，配件方面，当然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啊，这一点肯定要看。首先可以看到啊，它很用心的提醒你，虽然说只有这一小张，对吧？它有写啊，把玩尽量不要摩擦白色涂装啊，因为你这手脏啊或者什么的，很容易这个涂上去。然后它可替换的一些配件啊，全都给你提示上去了啊，就比如说你这个发型啊之类的可以去替换啊，然后
面具替换啊，背部的一些装备的一些替换，然后地台虽然说没有很详细的教你怎么安装，对吧？然后它的眼睛有紫光灯的这一个涂装在里面，细节还是挺多的啊。开架安装的一些方式也都给到了，虽然说不多啊，这个自己也可以琢磨一下，应该问题不大。然后它有个点亮机构啊，但是它没有配送电池啊，需要你自己去安装上去啊。这一点1:12还给你有发光结构，这你受得了吗？我靠 OK， 说明书我们先放一边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。首先第一颗头雕，哇，这颗头雕我实在是太喜欢了。它的这个胶发虽然说做1:12啊，但是它这个污渍包括胶发的这个根根分明，做的是真的非常不错啊。半张，这个面具，包括这个脸的细节，而且它嘴巴可以去微张啊，牙齿部分也有细节刻画啊。这半张面具，如果是按照说明书的话，它是可以取下来的，哎，这样，然后里面就是安装电池的一个地方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。这个你需要自己去购买一下，真的做的非常不错啊！这一颗头雕，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它这个替换啊也没有那么麻烦，挺简单，因为它本来比例比较小嘛。我们把头拔掉以后，安装上去，这细节，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甲胄，你可以去替换一下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另外一张。替换头，哇，这个整个细节啊，涂装真的做的非常不错，就感觉是有点像，因为我之前也买过那种铜甲的日甲这种1:6的可动人偶，它这个涂装啊，就真的很像真实的这种铜甲，做的真的非常不错，面雕也是，然后它有另外一些配件，比如说这半张通过。说明书上也有讲啊，教你去如何去安装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通过这一个是给这个头条去使用，它是有一个，它不是磁吸的，是2个卡槽，可以看到这边跟这边啊有2个小洞，就给它扣上去。因为它是一个软胶件啊，所以慢慢的不用担心，慢慢的给它扣上去，给它拉一下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，我觉得也挺好看。就这一款就是可玩性啊非常高。好，然后还有这样的一张整张的半肉面具啊，也是可以去卡在这上面，也是通过2个小卡槽对应着下巴的这2个洞给它扣上去。对准了以后，慢慢扣上去。实际上你不要扣紧，摆个造型的话也没问题。这种效果我就感觉希望你去入好几个，摆不同的造型，买个3个，摆3个造型啊，确实很帅这个头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其他的配件。首先是手型方面，手型它也给了特别多啊。首先是一个开掌手。开掌手的话，它有2个磁吸点位啊，这2个也是做的很精细啊。好，然后这一对人数手型吧，1:12的手型也是涂的很细节啊，没有任何毛病。好，然后一对握持手型。然后一对造型手，然后单个的一个放松手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其他的一些小配件，比如这2个手臂甲的一个配件啊。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主体手上这里有2个小卡槽啊，可以去通过这个去安装上去。看一下，应该是有左右之分的，我们给它安装上去2个，然后它还有单独的一个是这个手型啊，这个手型是
安插上去，这个配件安插上去了以后呢，去装另外一个小配件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慢一点，它这个还挺硬啊，看一下左右是不是插错了。它这个真的非常硬，然后去安装这个配件啊，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去称呼它啊，反正可以去站立在这上面啊，也是另外一种可玩的一个玩法，非常不错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手臂还有这2个替换件我算它是个武器配件，而且重点啊，它不止涂装比较精细，这2个还给了你一个金属件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啊，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金属配件的一些武器啊，它这个竟然没给塑料，给了一个金属件，哇，这真的是让我很意想不到啊，也是卡在手臂上的。好，然后这一个单独的一个替换肩甲，球形关节的。涂装也是非常亮。好，然后到了这边，又是一个替换肩甲，然后它是有一块肩甲的一个遮布，而且它有造型铁丝啊，做的真的是很细啊，而且这个布料摸上去很舒服，哎，真不错啊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啊，这一个是造型的像。你可以把它说成围巾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反正看你自己搭配，怎么玩都行。整根造型铁丝都在里面，看你怎么去玩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武器配件。首先3个忍者镖吧，啊，涂装还行，而且质感也很不错。开模的话也是比较尖锐啊，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然后这2把。磁吸安装方式，非常帅啊！重点来了，又是我喜欢的合金件，哎呦啊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又是合金件，做工也是很细啊，真很不错，而且安插进去也不容易掉，不是说很松啊，很紧，基本不会掉，没任何问题。涂装也是包括柄跟整个的一个黑色涂装都是做的非常不错的。最后主武器首先整个的纹理涂装也是非常到位，而且也是用了一个合金材料，非常不错啊。我觉得这一次1:12的这个影藏对我个人来说，虽然说我把玩的1:12比较少啊，但是这次真的让我很惊艳。确实这一款也是我今年到现在为止吧，我开箱到现在，确实让我想把玩它的欲望非常非常高的一款作品，真的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它的地台啊，虽然说它给的这个地台非常薄，就这么一点点啊，它是一个磁吸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主体，可以吸附上去。很薄啊，没有给你做的很厚。然后这边啊都是一些特效键，这个特效键呢可以你按照说明书上来，也可以按照你自由的发挥去吸附它啊，达到一个特效键的一个效果啊，就看你怎么去搭配，反正怎么玩都行，对，怎么搭配都行。这一点实际上也还是不错的，去摆一些 pose 拍个照片，哇，确实不错，就是稍微薄了一点啊。我觉得稍微如果做的厚一点的话，质感会稍微好一点，但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这些火焰的这些特效键也是做的很不错。好，然后我们把它主体吸附上去，而且很稳啊，站得非常稳，看到吧？还是非常可以的。总结一下这一款作品，我个人觉得很满意啊。如果你之前没有买1:6的话，但是对于影藏这个角色又比较喜欢这一款1:12，兄弟们真的不容错过啊！我不管说你是去买哪个版本我都觉得
可以值得一入。但现在的价格好像有一点点高啊，不妨可以稍微再等一等，货好像还没出完啊。整体满分10分，我觉得可以打9.5分的这个作品，9.5分我真的打的不多，非常非常好。OK， 本期视频呢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还不忘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OK， 本期的开箱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